大家好，欢迎来到独处咖啡屋。今天这期要分享的内容是为什么劝中老年女人留长发要盘起。看这3组素人对比图就懂了。希望你喜欢，订阅支持。步入优雅从容的中老年时期，女明星们的发型选择仿佛成了一面真实写照的镜子。张曼玉早年以那份清冷脱俗的气质迷倒了多少人的心，然而近年来她的长发造型却显得有些不尽如人意，松散的发丝随意贴着脸颊，发尾还隐约透露出干枯与毛躁，平添了几分疲惫感。再看婚纱女王王薇薇，她的披发造型也没能抵挡住岁月的侵蚀，蓬松的长发没有为她增添丝毫的青春活力，反而衬得脸色蜡黄，状态大不如前，让人忍不住直呼青春真的结束了。相比之下，80多岁的吴彦姝奶奶将盘发玩出了新花样，无论是那一丝不苟的发髻，还是那慵懒随性的低盘发，都能完美凸显出她骨子里那份淡然的书卷气，美得让人心动不已。事实证明，选对了发型，年龄真的只是一个数字而已。不信？那就让我们来看看下面这3组素人的对比图，相信你看完之后就会明白为什么我们要劝中老年女人把头发盘起来了。1. 为什么劝中老年女人留长发要盘起？看3组对比就知道。1. 披发显憔悴，头发盘起能提升精气神。我们先来看第1组对比，左边的姐妹，她的头发披散在肩上，发丝略显稀疏，软绵绵地垂着，几乎没什么造型可言，头发还遮住了脸庞，即便是黑发也显得气色不太好，给人一种无精打采的感觉。而右边的姐妹，她选择了盘发造型，高高的发髻将脖颈线条完美地展露出来，碎发自然地垂落在脸庞两侧，巧妙地修饰了脸型。虽然2位姐妹年纪相仿，但右边的姐妹看起来明显年轻了10岁，整个人精神焕发，状态极佳。2. 披发头发乱糟糟的，盘发更整洁利落。从视觉感受上来说，披发造型对一个人的气质产生的影响简直可以用震撼来形容。中年女人如果选择披发，平日里往往难以避免头发炸开或是打结的困扰，一旦风起，头发便容易糊满整张脸，让人看起来毫无形象可言。然而当选择盘发造型时，一切便截然不同，所有的发丝都被细致地打理得井井有条，无论是选择干练的高盘发，还是温婉的低发髻，都能给人带来一种干净利落、清清爽爽的感觉。3. 披发放大脸部下垂、发腮，盘发能提升紧致面部，发型对脸型的影响确实很大。别以为披散头发就能遮挡脸颊显脸小，实际上披发时头发的重量往下坠，反而会让脸部看起来更下垂，发腮的问题也更加突出，法令纹和双下巴都会暴露无遗。相反，盘起头发来效果就大不一样了，把头发往上收拢，能在视觉上起到提了的作用，让面部线条瞬间紧致起来，原本稍显松弛的皮肤看起来仿佛被轻轻提了起来，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都会显得年轻了好几岁。2. 如果你存在这些情况，盘发会比披发更好看。情况1，发色不均匀，发质干枯。总结下来，如果你发色不均匀或者发质不好，就千万别披发，这简直是社死现场。发黄的发尾、分叉的发丝会全部暴露无遗。情况2，脸部发腮，脸型不流畅，脸部线条不完美的中年女人，也别傻傻的用头发遮住脸颊了，披发会让缺点更突出，衬得发腮更明显。盘发时留出几缕碎发修饰脸型，转移视觉焦点，肉肉脸也能拥有高级感。3. 中年女人如何找到本命盘发？快收下这份攻略。当你明白了盘发的好处，大家是不是已经迫不及待想试试？别急，这份盘发攻略请收好，手把手教你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盘发。第1步，了解盘发的不同风格。盘发造型百变，既能展现颜系魅力，也能流露甜美气质。喜欢简约时尚的姐妹，不妨尝试一下现代感十足的盘发。
低丸子头温婉低调，半盘发则显得随性大方，再搭配上一枚简约的发夹，无论是日常通勤还是逛街出行，都能轻松驾驭。而对于偏爱成熟气质范儿的姐妹来说，古典盘发则是她们的心头所好。精致的发髻搭配上摇曳生姿的步摇或是典雅的发簪，走在街上绝对能让你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第二步，掌握盘发好看的精髓。首先，盘发要结合碎发、刘海修饰颧骨和发际线。盘发其实是个技术活，的巧妙结合碎发和刘海，才能修饰好颧骨和发际线，并不是说简单的把头发盘起来就完事了。真正的盘发是要结合技巧来修饰脸型。比如颧骨较高的中年女性，在盘发时可以在额头两侧留出2缕碎发，让它们自然垂落在脸颊两侧，这样一来就能巧妙地遮挡颧骨，让脸部线条看起来更柔和。而如果你的发际线不太完美，那可以选择空气刘海或者八字刘海，这2种刘海和盘发造型搭配起来，既能修饰额头，又能增添几分轻盈和少女感，非常实用。其次，额头要适度露出来，避免沉闷。如果把头发全部紧紧地贴在头皮上盘起来，把额头完全遮住，这样会让整个发型看起来过于僵硬，给人一种压抑的感觉，而且从视觉上来看，还会让脸部显得更短。对于中年女性来说，其实可以适当露出一些额头，这样做的好处是能够拉长脸部的线条，让光洁饱满的额头展现出来，同时露出额头还能让人看起来更有精神，更大气，为整个造型增添一份清爽的感觉。第三，后脑勺要饱满，不能扎太紧。盘发时，很多人往往会忽略后脑勺的部分，结果正面看起来还不错，但侧面就显得有些奇怪。其实，一个饱满的后脑勺能让发型更加立体，从侧面看也会更加美观。扎发时，我们可以用梳子倒梳头发，增加一些蓬松感，或者在盘发的过程中，适当拉扯一下头发，让后脑勺的部分显得更加圆润饱满。记住，不要扎得太紧，不然容易拉扯到头皮，还可能让发际线后移，而且整个发型也会显得僵硬，缺乏灵动性。第四，颅顶要拉高，避免贴头皮。颅顶也是一个比较关键的部位，低颅顶会让人看起来没有精神，还会压低气质。在盘发前，可以先使用发根蓬松夹或吹风机热风荡吹发根，打造出蓬松的颅顶效果。盘发时，将头顶头发适当低了固定，营造出高颅顶的视觉效果。4. 选择盘发时，中年女人千万不要踩这些雷。雷区1：发色夸张，盘发位置太高，不日常。观察身边不少盘发姐妹，有些姐妹喜欢尝试过于夸张的发色，如夸张的红色、亮粉色等，虽然吸睛，但对于中年女性来说，容易显得不够稳重。再加上盘发位置过高，会给人一种刻意、夸张的感觉，不知道的还以为是要去参加乡村大舞台呢。千万别选这样的发型。雷区2：佩戴廉价发饰，拉低品味。发饰是盘发造型的点睛之笔，但有的姐妹却被材质粗糙、做工简陋的廉价发饰拉了后腿。这些市场上淘来的几块钱的塑料感十足的发夹、掉色的金属发箍等，会瞬间拉低整个造型的档次。建议选择质感好的发饰，如珍珠发夹、简约的金属发簪、绸缎发带等，更能凸显出中年女性的品味与格调。5. 其他穿搭技巧。1. 衣服素雅但不老气。对于上了年纪的女性而言，在着装打扮上，有2个极端是需要避免的，那就是过于扮嫩和显得老气。这2种穿搭风格，反而会让我们的年龄感更加凸显，特别是一些设计过于复杂的款式，穿在身上不仅会显得格格不入，还容易给人一种廉价的感觉。所以在挑选服装时，我们一定要注重款式的平衡，颜色和设计上都要拿捏好分寸，这一点至关重要。在颜色上，素净的色调更适合中老年女人，像耐看的黑白灰中性色、沉静高级的蓝色、紫色等。这些颜色不仅传达出了一种高贵和优雅，也蕴藏着沉稳内敛的性格，
对于很多亚洲女性来说，肤色往往偏黄或是显得有些暗沉，在挑选颜色较深的服装时，露肤度的把握就显得尤为重要了。举个例子，就像宋小英和江里里这2位女士，她们的手部肤色其实相差不大，但当她们同穿黑色服装时，效果却截然不同。宋小英选的服装包裹得比较严实，这样一来，她的面部就显得更加暗沉了。而江里里呢，她选择的服装露肤度较大，面部和脖颈之间有很好的过渡，因此她的面部看上去就显得更有精神，肤色也似乎更白皙了一些。所以我们在穿深色服装时，一定要注意露肤，像脖颈、手部等部位，减少脖颈处黑色的面积，减少死气沉沉的感觉。上了年纪的女人，在身形上基本就不会太有型，因此很多人会选择用宽松或花哨的服装来遮掩，但其实比起遮掩身形，修饰会更加重要。像江里里在款式选择上就会更注重合身，会利用一些有廓形感的服装，像衬衫、牛仔衣等，正肩线加廓形感的版型，让圆润的身形显得更有线条感了。版型设计上也不会太修身，大多都是宽松，但不会特别松垮，材质上也不会是软塌没质感的，这对于中老年女性来说，更容易穿出好的气质来。2. 领型的选择。刚才我们聊到，有些朋友年纪渐长后，会感觉脖子似乎没那么显眼了。其实，想要拉长脖子的线条，除了通过打造高颅顶的发型来实现，我们还可以在服装搭配上下功夫。最简单直接的方式，就是选择一些在领口处有适当留白的上衣，例如 V 领上衣或是 V 领的连衣裙，它们都能在视觉上有效地拉长颈部的线条，让整体看起来更加修长优雅。3. 点缀发型。选好了自己喜欢且适合自己的发型并扎好之后，我们可以进一步挑选一些简约却不失时尚气息的配饰来点缀整体造型，比如一条设计感十足的头巾，轻轻缠绕在发间，既能增添几分优雅，又不失个性风采；或者一对精致小巧的耳饰，在耳畔轻轻摇曳，彰显着你的细腻品味；再或者一副时髦的眼镜，既能保护眼睛，又能成为时尚造型的点睛之笔。这些配饰的选择，不仅展现了时尚敏锐度，更让你的个性魅力得以彰显。4. 盘发加长裙，气质最优雅。日常的盘发也能让我们在穿搭上的风格更加广泛，休闲运动风、典雅中国风、减龄时尚风，或者优雅气质风，都能和盘发匹配的恰到好处。看盘发加长裙的打扮，整体简约干净清爽，气质看上去也很温柔。5. 仪态端庄自信。中年女人参与运动，不仅仅是为了对抗身材的走样，更多时候，运动成为了我们找回自信的一种方式。因为运动是一项只要我们肯下功夫，就一定能看到成果的事情。步入中年后，运动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健康的体魄，还有良好的仪态。看看江里里，无论在哪种公众场合，她总是保持着优雅的姿态，站立时背部挺拔有力，坐着时也从不松松垮垮，这样的她看着就特别有气质。6. 从容老去的态度。听过这样一句话，中老年女性的平和，一半是懂得，一半是放下。归根结底，女人无论外在的形象如何，都不能忽略内在的涵养，由内而外散发的气质才是最迷人的。而年龄增长带给我们的，并不只有皱纹、白发和发福的身形，还有内心的平和、岁月的韵味儿。所以，以从容的心态面对岁月的流逝，比刻意去追求年轻化的装扮更加重要。7. 化点淡妆。会化妆的朋友可以化个合适的妆，来提升整体气质。注意不要化太浓的妆，否则脸上的皱纹会很明显，更显老态。我们可以选比肤色白一个色号的粉底，打造一个比较自然的底妆，再加深一下眼尾，让眼部看起来更立体。最后再选一个与肤色接近的口红颜色，来衬托皮肤的光泽，让整体更加和谐统一。就这样一个简简单单的淡妆，就能很好的提升气质，使发型更加吸引人。与其每天烦恼头发怎么弄，
是剪短还是留长发？各位中年女人不如试试盘发，说不定一试就爱上，下次出门你就是整条街最亮的气质女神。快！好了，这期咖啡屋到此就分享完了。如果内容对你有所帮助，麻烦你订阅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欢迎留言和投稿，在咖啡屋与我们一起学习别人的最好，遇见更好的自己。我们下期节目见。